工人的2月，新年的精气神儿已经被阴郁的天气、没完没了的会和其他糟心事儿消磨得差不多了。I need a break。我决定趁长周末出走，火速预订一家 Airbnb， 约上对好友，收拾行装出发。从阴雨的西雅图逃离到热情干燥的南加州沙漠。有些旅行是为了增广见闻，另一些是为了休养生息。这趟旅程绝对是第2种。Joshua Tree 国家公园是目的地，但主要的目的是到沙漠中逃离日常的一切。既然是休养生息，需要一处避世之所，而这间 Airbnb 完美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位置偏僻，但设计精美，外边有各种各样的仙人掌点缀，里边十分舒适，装修很简约，家具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大块的玻璃适合通风和采光。房东还放了一些装帧精美的文艺、设计、建筑类的书籍，细节满分。在后院有命名了这整个区域的 Joshua Tree， 也就是约书亚树，有大小正好的游泳池，有室外烤架、火盆、吊床，整座房子的氛围都好像在悄悄告诉我们，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吧。在沙漠能干些什么呢？带上水、防晒霜、围巾、帽子、墨镜、蛋白棒，还有头灯，出发去公园里的 Arch Rock 看日落。说是看日落，但我们磨磨蹭蹭、懒懒散散，到公园里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但没关系，看不到夕阳西下，感受沙漠的粗犷也是好的。在岩石堆中穿梭，莫名有种师徒4人西天取经的喜感。这儿的岩石以花岗岩为主，长期暴露在地表，经过自然的侵蚀，昼夜温差造成的热胀冷缩，逐渐产生大量垂直或者水平的裂缝，也称为节理。Wow, this is so narrow. 因为花岗岩的裂缝相对规则，岩体会呈块状或者球状风化，因此这儿的岩石看起来像一堆巨石被堆到了一起。Arch Rock 拱门岩也是因为节理和侵蚀过程形成的天然拱门，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也称得上自然的鬼斧神工。摄影爱好者便当君此时从背包中变出了一个三脚架和一个巨大的古代相机，借着仅有的落日余晖，咔嚓了几张。沙漠中没有什么光污染，黄昏之后可以直接留下来观星。这时候天色已经是深蓝的暮光，带上头灯，查一查地图，出发去附近一个据说可以夜间徒步的小径。 They're gonna go this way. Yeah. Okay. We're little explorer. 冷知识：晚间徒步最好用带红光的头灯，比较不刺眼。不巧的是，今天晚上比较多云，星光不够照亮这条小径，加上路上有拦路的树木，我们很快放弃，打道回府。 Look at how crazy this is. We did a night hike. 折腾一通之后，到 Panda Express 大吃大喝，顺便开个幸运曲奇的签语 ：Travel often to see the world。第2件可做的事儿，去逛小镇。每周6，小镇中心有个中等规模的农夫市场，可以一边吃吃喝喝，一边观察一下当地人。这儿附近的3个镇加起来，人口大概有5万人。这儿的居民有波西米亚的艺术家、服务业从业者，有喜欢清静的退休人群，有退伍军人，热爱自然和低碳生活方式的人，还有不需要坐班的远程工作者。每个选择住在沙漠的人一定都不简单，我对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好奇。虽然地处沙漠，镇子中心却有一些十分热闹的店。
有中古服装店，有可爱的文具店，还有纯手工的棉质服装店，真是意想不到的时髦。我还是第一次在路边见到这种专门回收国旗的桶。在一个非常有乡土气息的餐厅吃午饭，这家店以服务友好、价格亲民且分量很大而出名。食物是淳朴的美式乡村早餐。最近因为禽流感导致鸡蛋价格飙升，店家还特别声明，只是暂时加价。So far, we have moved very little and eaten very much. 高速边上还有一家更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时髦酒吧，名字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差不多。早咖夜酒，装修是文艺的沙漠风，室内装饰着当地艺术家的画，主打精酿和各种拉美风格的鸡尾酒，也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今天正好有个叙利亚的美食 pop up， 很适合在下午懒懒散散的小酌一杯。这儿的氛围和名字很搭，差不多得了，生活何必那么紧绷 No. It's very interesting. I've seen the Notion ads. Yeah, Notion really is also cute. somewhat big in Japan. Yeah. 第三件事儿，徒步去绿洲。 We have water food. 5月之后，莫哈维沙漠白天的高温非常不适合徒步，但在2月，摄氏10几度的温度下，即使沿途没有遮挡，这条徒步径仍然很舒适。虽然如此，还是要带好水，做好防晒。以前我觉得徒步是一个无聊的活动，只是走路而已嘛。但是最近我喜欢上了它。徒步时可以放空内心，沉浸于或荒凉、或壮丽、或秀美的自然中。目的地并不重要，只需要关注眼前，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条 hiking trail 的折返点是传说中的绿洲，一片矗立的棕榈树。在这儿稍微逗留一会儿，就往山下走。沿途的风景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我想象中的火星吧。整个 trail 来回大概3英里左右，爬升200米，难度中等偏下。又是暮光和晚霞，又在沙漠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一天。第4件事儿，什么也不做。正好读到深度工作的这一段，无所事事并不是放纵或恶习，它对于大脑如同维生素对于身体。没有闲暇，我们将无法完成任何工作。虽然我觉得休息绝不需要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但很同意给自己创造无所事事的时间和空间很重要。放下手机，放下日程表，放下想做更多事情的欲望，慢悠悠地看一本书，对着池水发发呆，感受旷野的疾风吹过耳边。又或者吃个简单的早餐，唠唠嗑，比如聊聊小时候如果做错了事儿会如何处理。 But me and my mom were just like, just keep going. Brittany doesn't get offended. We're like, how do we prevent this in the future so it never happens again? Yeah, and hers was you hide it. Yeah. Hide it and run away. 或者交换一下小时候如何挨揍。 Clothes hanger, yeah, yeah. And depending, and not the plastic kind. The wooden Yeah, the painful No, kind. not the metal kids. 傍晚，在屋子里发现了一本50年代版本的《太阳照常升起》，非常喜欢这个版本的纸质和排版，当然还有岁月沉淀后的书香。 Okay. Has he done a half before? Yeah. Okay, so he's like. Yeah, I mean, I kind of get it. You after like mile 4, it feels pretty good. 晚上一起简单做个饭，狼吞虎咽的下肚以后，到外面烤烤火。 And they're like, oh, we made
make it 55 just for you when you're here. And I'm like, that's so cold. And they're like, you're just not wearing enough clothes. 昼夜温差大，便当军的南美血脉觉醒了，把自己包裹成了一个粽子。Hello, Grandma. Grandma Louise. 觉得困了，就回到温暖的房间，再看一会儿小说，安然入睡。短暂的逃离结束了，又要回归眼前的苟且。事实上，这次旅行的路上就充满了曲折。为了省钱，我们订了转飞的航班，结果第一趟航班延误，没赶上转飞。Happy Valentine's Day. 改签了晚上的航班，结果那趟航班又因为种种原因延误了。情人节就在机场干坐到10点。9点出门，现在已经晚上11点半了，终于到了 Palm Springs。本来想挑个近的地方度假，有这个时间都可以飞到亚洲了。然而回程又上演了一模一样的戏码。第3个航段又延误了，导致第4个 transfer 没有时间赶上。Wish me luck。崩溃时刻的特供品客薯片，只能靠它给韦斯安慰了。希望大家都能排除万难，找一点时间逃离日常的繁琐。